你知道宇宙的最高限速是多少吗？没错，是光速，每秒30万公里。这是宇宙给所有物质定下的铁律，谁敢超速，直接抹杀。但偏偏有个东西根本不服管，它不仅超速，还把光速按在地上疯狂摩擦，它叫量子纠缠。爱因斯坦当年看完直接发火了，说这根本不可能发生。如果这是真的，那他写的相对论就是一堆废纸。但100年后的今天，科学家不仅证明它是真的，还拿它捧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玩意儿到底有多离谱？想象一下，你有一个双胞胎兄弟，你俩没有任何通讯工具，你被关在地球的地下室，他被丢到了太阳系的最边缘，你在这边左脚刚踩到一根钉子，他在太阳系外会瞬间抱着左脚喊痛。什么信号能飞得这么快？答案是没有信号，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传输。这就像是有人在宇宙底层逻辑里强行把这两个东西死死绑定在了一起，无论隔多远，只要动一个，另一个必有反应。如果这种跨越空间的绑定是真的，那你这辈子产生的那些奇怪直觉，会不会根本就不是偶然？我们先来看看地球上最聪明的大脑当年是怎么被这个现象逼疯的。1935年，爱因斯坦盯上了这个物理学的系统漏洞，他坚决不相信宇宙有这种跨越空间的感应，他给这种现象取了一个名字，叫幽灵般的远距离作用。爱因斯坦提出了一种听起来非常合理的解释，他说这根本不是什么瞬间传递，而是结果早就注定好了。就像你买了一双连体手套，一只装进盲盒寄到北京，另一只寄到纽约，你在北京打开盒子发现是一只左手套，那你瞬间就能知道纽约那只肯定是右手套。这需要超光速传递信号吗？根本不需要，这只是因为他们在分开之前就已经分配好了状态。这个解释听起来是不是毫无破绽？当时的物理学界也觉得爱因斯坦说的对，量子纠缠绝对是视觉骗局。但宇宙的真相远比人类的想象更加疯狂。为了验证爱因斯坦到底对不对，1964年，一个叫贝尔的物理学家提出了一个直接改变人类历史的数学公式。如果爱因斯坦是对的，那所有实验数据绝对不可能超出这个公式设定的界限，就相当于物理学家跟老天爷设下了一场赌局。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全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开始拼命做实验，他们把纠缠在一起的粒子分开，然后用极快的速度去随机测量它们，测量的速度到底有多快，快到哪怕这两个粒子想偷偷发信号串通，时间上也根本来不及。结果出来后，整个科学界集体倒吸了一口凉气，实验数据直接突破了那个数学公式的界限，爱因斯坦输了，而且输得彻底。这两个粒子根本不是提前安排好的手套，他们在被你看到之前什么都不是，偏偏在你观察其中一个的那个极其微小的瞬间，另外一个瞬间做出了反应。正是这个实验让相关科学家拿下了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你以为这就够吓人了吗？还没有。为了彻底堵住所有怀疑的嘴，中国科学家做了一件让全世界震撼的事情。2017年，中国的墨子号卫星升空，科学家把一对处于纠缠状态的光子硬生生拆开，一个留在地面的实验室，另一个直接打到外太空的卫星上，两边隔着整整1200公里，没有任何网线，没有任何光波信号连接。当地面上的光子状态发生改变时，卫星上的光子用了多久跟上节奏？0秒，根本没有时间差。科学家算了很久，发现这种同步响应的速度至少比光速快了10000倍以上，连光都要跑上许久的距离，被他们直接无视，完美突破了经典物理的时空边界。但人类还是不死心，总觉得是不是仪器有问题，是不是周围环境有干扰。于是到了2019年，物理学家干脆放了一个史诗级的大招，他们做了一场星光实验。为了保证这两个微小粒子绝对没有机会提前串通，科学家跑到天文台，把望远镜对准了宇宙深处两个极其遥远的星系。这两个星系发出的光是在6亿年前开始在宇宙里飞行的，那时候地球上连恐龙都还没有出生。科学家用这6亿年前发出的星光来决定当下这一秒怎么去测量这两个粒子。这是什么概念？如果这两个粒子想要作弊，想要提前设计好反应的路线，那他们必须在6亿年前就预判了人类今天要做这个实验，这可能吗？这完全违背了正常的逻辑。结果测量出来，量子纠缠的完美同步依然存在。这一次科学界彻底安静了，大家不得不接受一个极其离谱的现实，在宇宙的最底层根本没有距离这个概念。那到底该怎么解释这种连光速都能超越的现象？目前最前沿的物理学给出了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猜测：有没有一种可能，空间本身就是假的？你觉得北京和纽约隔着108000里，地球和火星隔着茫茫宇宙，这其实只是我们人类眼睛产生的幻觉。想象你拿出一张白纸，在上面画了两个黑点，相隔20厘米。对于生活在纸面上的蚂蚁来说，这两个点离得非常远，走过去要很久。但如果你把这张纸对折一下呢，这两个黑点是不是瞬间就贴在了一起？物理学家猜测，我们的宇宙
也是被高度折叠的。在量子的世界里，所有东西可能早就贴在了一起。后来又有一位顶级物理学家提出，这种现象其实是微型虫洞在起作用，每一个发生纠缠的粒子之间都有一条极其微小的时间隧道，不管你把它们拉到宇宙的哪两个角落，在那个肉眼看不见的隧道里，它们从来都没有分开过，它们从始至终就是同一个东西。听到这里，你脑子里肯定会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这玩意儿这么快，那我们能不能用它来开发超光速手机，直接给1万光年外的外星人打电话？很遗憾，现在的科学告诉你做不到，因为这种绑定的反应完全是随机的，就像你在抛硬币，你知道你抛出正面的时候，1万光年外的那个人手里一定会变成反面，但是你永远无法控制自己手里的硬币出现哪一面，你没法把你好这2个字翻译成一长串密码发出去，所以宇宙依然很安全，时间的秩序并没有被打乱。但我们人类非常聪明，我们把这个特性用在了别的地方，那就是绝对安全的保密通信。因为量子纠缠极度敏感，任何人只要看一眼或者试图去偷听，这种绑定的状态就会瞬间崩溃，通信的两边立刻就会知道有人在监听。这就意味着量子密码是目前全宇宙唯一一种绝对不可能被破解的密码。但是这门科学最打动人的地方，其实根本不是那些高深的技术，而是它对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意义。量子纠缠告诉我们，万物在最微观的层面上是有可能跨越时空产生共鸣的。你想一想，在138亿年前宇宙大爆炸的那一刻，整个宇宙所有的物质都挤在一个比针尖还要小无数倍的点里，在那个极度拥挤的时刻，组成你身体的粒子和组成月亮的粒子和遥远星系里的粒子，甚至和此时此刻正在看视频的某个人身体里的粒子，全都是紧紧挨在一起的，全都是深深纠缠过的。后来宇宙膨胀了，爆炸了，这些微小的粒子被撒到了几十亿光年外的各个角落，组成了山川，组成了河流，组成了此时此刻的你和我。所以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走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却觉得眼前的画面无比熟悉，遇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只看了一眼，心脏就猛地漏跳了一拍，或者在深夜里，你突然毫无理由地感到一阵心慌，一阵难过。以前你会觉得这只是心理作用，只是情绪在作怪，但现在物理学给了你一个极其浪漫的可能，也许根本不是错觉，也许是你身体里的某个粒子感受到了远在天边，甚至隔着茫茫星海的另一个粒子的震动，你们之间隔着千万个城市，隔着几十年的光阴，但是在宇宙的最底层，你们从未分开过。所谓的思念，可能根本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物理波动。当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你的大脑神经元在放电，你身体里的微观世界正在发生极其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会不会沿着138亿年前布下的那张无形的网，瞬间跨越千山万水，轻轻敲打在那个人的潜意识里，然后你就走进了他的梦里。有人说，科学走到尽头就是玄学，不，科学走到尽头其实是极致的浪漫。宇宙看似冰冷无情，动辄就是几亿年的毁灭和爆发，但它却在最细微的角落里留下了这样一个温柔的后门。它用物理定律告诉你，任何分离都不是绝对的，那些断开的联系，那些走散的人，在肉眼看不见的空间里依然保持着某种说不清的默契。所以下一次当你毫无征兆地想起某个人，当你对着夜空突然感到一阵孤独，不要觉得那是偶然，不要去寻找什么理性的解释，那只是宇宙在用一种最古老的方式提醒你，不要害怕距离，不要害怕失去，因为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只要发生过纠缠，就永远有回响，万物皆有回音，你我从未分离。